中国各地财政都快崩溃了，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先说说南京的情况，有网友透露，南京现在的目标是保3争6，啥意思？就是保证发3个月工资，争取发6个月以上。堂堂6朝古都， GDP 排名全国前10的大城市，居然沦落到要为发工资发愁的地步了。不仅是南京，整个江苏省都遇到了这个问题，还有经济大省浙江、广东，甚至直辖市天津，都因为财政枯竭导致公务员欠薪或减薪。天津的情况更离谱，有些部门拖欠工资好几个月了，有的城市甚至要向当地寺庙借钱发工资。你说这是不是荒唐？广东省更绝，直接大幅下调了退休人员工资，降幅超过1/3。大家想想，广东可是 GDP 超过10万亿的经济强省啊，连它都撑不住了，那内地和西北、东北的省份岂不是要完蛋？有个南方省份的公务员吐槽，他现在每月工资只有5000多，原本给老师的乡村补贴也都取消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在野认为啊，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地方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过去还能保6争8，现在连保3争6都费劲，这不就是破产的前奏吗？更可怕的是，为了弥补资金缺口，很多地方开始疯狂加税。这下可好，本来就苦不堪言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。你说这样搞下去不出问题才怪呢。大家想啊，公务员在中国一向被认为是金饭碗，现在连他们的工资都保不住了，那其他行业还能好到哪去？更别提普通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了，这不是要把整个社会都拖垮吗？说实在的，再也觉得中国的地方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隐性风险了，而是实打实的危机。再这么搞下去，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金融业的情况，简直是一片愁云惨淡啊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从去年底到现在，中国广义金融行业已经裁掉了将近15000人。而且这还不是终点，随着监管机构推动行业整合，估计还会有更多人失业。据 Choice 数据统计，到今年6月底，50家上市券商的员工总数比去年底减少了6760人，而且43家上市券商的薪酬总额比去年同期少了103.14亿元。你说这是不是触目惊心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有些金融大佬干脆转行了，比如原浙商银行的顾载峰居然跑去当村官僚，还有梅花创投的创始人吴世春改行做脱口秀演员去了。这些人可都是金融界的高材生啊，现在却要另谋出路，你说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糟糕到家了？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更是吓人，8000多名注册 IPO 保荐人中，将近一半今年一单生意都没做成。毕马威的报告显示，今年上半年 IPO 融资额同比暴跌 75%， 这不是要把整个行业都搞垮吗？在野认为啊，这一切都是当局政策搞的鬼，什么共同富裕运动，什么限制工资收回奖金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审查程序，把整个金融业都快整废了。看看这些数据，2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，13家营收出现负增长，80%的上市券商营业收入同比下滑，有的跌幅超过30%。连中金公司这样的头部券商，平均年薪都比2年前缩水近40%。更绝的是，现在有些银行不光降薪，还开始反向讨薪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去年就有11家上市银行从员工那儿要回了将近1个亿的绩效工资。有分析师说，随着证券业大规模并购，更多的投资银行职位会被取消。今年已经有7起大的并购案了，什么国联加民生、浙商加国都的，看着都眼花缭乱。一位猎头公司的主管说得好啊，共同富裕来了，高息银行工作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现在的银行家们不是想着往国外跑，就是想着转行。这位主管还透露，很多国有银行的员工现在出国旅行都受限制，生怕哪天被调查。你说这日子过得还不如去卖红薯呢。中国政府最近又在想办法就是了，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啊，准备搞个6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置换计划，听着是不是挺吓人的？先说说这个计划是怎么回事。据彭博社的消息，中国政府要让省级政府用官方债券去替换那些高利率的非正式债务，说白了就是用新债还旧债，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装一下，换个马甲继续过日子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，去年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了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，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。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还说，这次债务置换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。再也觉得呀，这话说的挺有意思。调整是调整了，但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说到底还不是在拆东墙补西墙。有意思的是，市场上很多人其实是不满意的，他们希望看到政府大规模放水，搞个2008年那样的大刺激。但是现在看来，高层可不想这么干，他更想搞什么去风险，搞什么互换便利工具，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说白了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再来看看楼市的情况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据高力国际的数据，北京办公楼的空置率在第2季度飙升到了 20.6%， 创下15年来的新高。上海更是夸张，空置率达到了 21.5%，20年来最高水平。你们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5栋办公楼里就有1栋是空的，这不是浪费资源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很多开发商和投资者都快扛不住了，只能大幅降价来吸引租户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中国政府又想出了个招。财政部长蓝福安说，要让地方政府用专项债券的收益去买滞销住宅。再也觉得呀，这简直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去填房地产的窟窿。你说这样做合理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主要城市的办公空间净吸纳量还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很多开发商不得不推迟新办公楼的建设和交付时间，生怕市场更加供过于求。这不是恶性循环吗？说完了这些，咱们再来看看股市的情况。最近股市可是上演了一出大戏啊！9月底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一个所谓的24金融大礼包，结果上证指数1周内就猛涨了600多点，涨幅达到 20%。大家兴奋了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这股热潮很快就退了，上证指数又跌回了3200点以下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在这轮大起大落中，近200家上市公司发出了减持公告。你没听错，是减持。就在政府拼命救市的时候，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们却在忙着套现。据国际金融报统计，从9月25日到10月7日，短短2周时间里，就有80多家公司披露了减持计划。到10月9日，这个数字接近200家了。更夸张的是，据联合早报统计，仅仅从11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到10月16日，A 股上市公司就发出了370条减持公告，同期的增持公告才150个，连减持的一半都不到。更可笑的是，官方的新政居然允许上市公司通过向银行贷款来增持股票，拉升价格。但是这笔钱最终还是要还给银行的呀，这不是在玩火吗？有经济学家说，官方的股市提振政策已经做到极致了，就差直接印钞票丢进股市了。但问题是，在制定政策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想到会有人套利吗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说到底，要想真正拉动股市，还是要回归上市公司的基本面，不是去做短期的报表美化，而是要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公司的成长性和
和可持续性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投资者总是做短期套利的行为。但是呢，公司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这就需要政府制定长期的、可持续的政策，而不是搞这种短期刺激。可惜啊，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们似乎只顾眼前，根本不考虑长远。中国经济现在是内忧外患，问题重重啊！地方财政濒临崩溃，金融业大规模裁员降薪，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，股市更是大起大落。这种情况下，还能指望经济好转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大家觉得中国经济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